大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我的门诊常常很多人会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很多30-40岁的年轻人啊，然后他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可能都有糖尿病。那我可以趁现在我还没有糖尿病的时候，就先调理，让我以后不要有糖尿病吗？那中医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？让我们一起看这一集。为什么会有高血糖啊？高血糖的定义我们要先搞清楚哦。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啊超过126，或是你的饭后血糖超过200的时候，那就符合高血糖的定义了。那就反复的测几次都是这样子的，那就是糖尿病喽。那糖尿病的病人啊，因为胰岛素分泌不足，或是呢身体没有办法去利用我们的血糖，那这个就是变成血糖过高，就是糖尿病。多吃多喝多尿啊，体重减轻暴瘦这些啊，都是它典型的初期症状。那为什么会产生高血糖或是糖尿病呢？那你看以前的人啊，粗茶淡饭啊，也很少吃糖啊。那以前的人就是压力也没有这么大，其实比较少听说有糖尿病。那现在人这种高压的生活、精致饮食，那很多人情绪不好就去吃糖。那高血糖呢，就容易造成我们身体的代谢异常，那久了呢，就会变成胰岛素的亢进，然后呢，就变成糖尿病。那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，其实呢，最主要就是说，你家族里面本来就有糖尿病的基因，你又进行这些饮食，那当然就是以后就变成糖尿病啦。那中医里面有没有糖尿病的这个病名呢？其实真的没有糖尿病这个病名，因为中医又不抽血嘛，对不对？以前中医又不抽血，可是呢，其实有类似的描述哦。那糖尿病在中医来说呢，就叫做消渴症。那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说到啊，肝镁肥胖，易患消渴。哇，以前就观察到这件事情你常常吃那些很肥啊、很甜啊、很美味的食物啊，你就会有消渴病。消渴是什么？就是嘴巴一直很渴，很喜欢喝水，喝了之后又不能够解渴，然后呢一直渴一直渴，但是人又一直消瘦，这叫消渴。那这个很像糖尿病病人的特征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以前啊常常把糖尿病啊认为是跟我们的消渴病有关系。那这个呢其实就是痰湿，痰湿的病呢就容易变成消渴。那消渴其实就是糖尿病的其中一种表现。那其实我们治疗糖尿病呢，也是从化痰湿去处理哦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其实主要是要讲第二类型的糖尿病。第一类型的糖尿病，它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病的。那第二类型呢，就是基因遗传，大部分就是年纪越来越大了，然后它才发病。那胰岛素呢分泌一开始是正常的，只是后面呢有一些胰岛素的抗性，那所以呢血糖就没有办法被我们细胞所利用。那大部分呢都是气阴两虚又假痰湿的人，比较容易变成糖尿病哦。那当然还有很多种类型啊，比如说有些人都缺乏运动啊，或是年纪越来越大啦、阳虚啊，或是说有心血管风险的人啊，他糖尿病又兼杂高血压啊，然后又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变多啦，所以又变成血瘀型。所以说糖尿病的病人啊，他就会觉得说，我得了糖尿病之后，怎么全身不舒服都来了？那这是因为呢，糖尿病呢，它就是痰湿、血瘀、气虚、阳虚、阴虚都有可能一起夹杂，所以比较难处理，也会比较复杂一点。那糖尿病呢，我们治疗其实会分成几种类型啊。第一种就是像我开头讲到的，全家都是糖尿病，那爷爷奶奶呀、爸爸妈妈都有糖尿病，然后呢，他已经40岁了，他兄弟姐妹啊已经50几岁去检查说，也是糖尿病，那所以他就是40几岁，做了健康检查，拿了报告说，我还没有糖尿病，可不可以以后也不要？那我们就一路上帮他保养，吃中药，帮他健脾啊、化痰瘀啊、促进代谢啊、养肾精啊。到现在呢，临床上已经10几年了，全家就是他们有糖尿病跟高血压，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们前期就保养了，让他身体的这个胰岛素啊，或是血糖这些运作状态都是很正常的，自然呢就不会有这些异常的糖尿病的表现。
那为什么这个糖尿病亢进啊会造成这些血管的受伤？因为这些糖基的产物啊，它会留在血管里面搞破坏哦，它会到处去堆积啊，造成心血管的破坏啊，或是肾功能的损伤等等。所以糖尿病久了，就一堆并发症都出现了，可能肾脏也坏掉了，或是常常有一些心血管疾病，就会有各式各样血压也不正常啊，一下子高，一下子低，或是说肠胃蠕动也不正常，一下子拉肚子，一下子又便秘，这些就是糖尿病的后遗症。所以我们做前期就做保养，第一个不要让它发展那么快。第二呢，就是不要让它有这么多的发炎反应，造成后续这么多器官的失调。比如说有些人他是高龄产妇，那他高龄产妇他就容易变成有妊娠的糖尿病嘛，或是他生完小孩子之后，发现血糖变高了，他有糖尿病了。那这些类型的人啊，其实如果你早点来看中医啊，你可以不要变成真的永久性的糖尿病哦，它只是暂时性的血糖升高而已。那这一种呢，通常跟痰湿体质有关系，所以呢，有些人他产前有妊娠糖尿病，他产后血糖还没有恢复正常，产后调理呢也跟中医师讲一下，那我们这时候呢化痰湿啊补肾的药物赶快放进去，那你的这个血糖就会稳定下来，才不会真的变成糖尿病哦。那还有一些人他真的也没办法啦，他本身就有糖尿病的家族基因，然后呢他得了癌症，那需要打类固醇，或者是一些免疫系统病人，他需要打类固醇啊，打一打之后类固醇打上去，血糖升高了，从此之后没有办法再降回稳定的数值，变成他一辈子需要吃降血糖的药物。那这种就是得了糖尿病，又得了癌症，然后又觉得身体怎么变成那么差？那其实像这种状况，如果你因为打类固醇啊有这个需要，然后你血糖不稳定，这时候就可以配合中药啊。像我有个肺癌末期的病人啊，他脑部转移，然后就因为脑部转移就引发癫痫啊，所以就要打高剂量的类固醇啊，然后那个脑水肿才会减轻。可是他糖尿病很严重然后之前控制不好哦，那打了类固醇之后血糖一直飙高，根本控制不下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中医就给他一些补肾药跟控制血糖的药物，要给他什么呢？给他天麻啊、山茱萸啊、山药、茯苓。那1个礼拜之后呢，血糖正常了。癫痫也没有了，类固醇撤掉了，然后呢，他终于也可以不用再一直打胰岛素了。所以中医可以稳定血糖哦，就算你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不得已的状况，还是可以配合中药跟西药一起，让你血糖可以稳定。所以我们就是帮你控制发炎，也保护你的器官，到最后呢，才不会因为一连串的发炎导致很多的并发症都发生了。其实中药有些药物，它是真的可以降低胰岛素的抗性，像是芍药啊、牛膝、钩藤这些药物，我们平常就在用来控制糖尿病。研究指出它真的可以降低胰岛素的抗性。那中药的加入呢，配合西医降血糖的药物，一方面呢可以控制血糖，二方面保护你这些被浸在糖水的组织啊，让它比较不容易被破坏。那像我门诊曾经来过一个很固执的北北哦，他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到8.5了，然后血糖呢，空腹血糖已经高到400多了，可是他坚持，他不想承认自己有糖尿病。他说我很正常，我没事，我想吃中药调整就好了。那他坚持不肯吃西药，那我们也只好帮他积极的稳定血糖。那我给他森林白术散啊，大剂量的山药啊，给他保和丸啊、山楂、神曲啊。那吃了3个礼拜，请他再去抽血一次。哇，糖化血色素真的从8.5降到6.3，空腹血糖呢也降到120以下。那北北呢，因为他其实发病半年内之后就来治疗，所以其实后来他用中药控制的蛮好的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鼓励你真的高血糖一定要中西一起配合，这样比较好哦。像我有个病人啊，他来门诊看我就说，庄医师，我这2年啊，我只要排尿啊，蚂蚁都会来粘我说不得了你一定要去做检查。结果一检查真的是糖尿病糖化血色素的指数已经8点多了，然后空腹血糖呢已经到了300-400了。这时候西医也是直接帮他打胰岛素啊，血糖就完全1个月内恢复到正常。然后呢，他也觉得身体轻松很多。那这时候呢，又配合中药，慢慢的胰岛素撤掉，改成口服降血糖药。那慢慢的口服降血糖药也撤掉，变成只有1颗，血糖控制得很好啊。所以呢，就算是一个很严重，看起来数字红字很红、很可怕、很超标，你还是可以用中西配合的方式调整你身体，尽快进入稳定的状况哦。
好，我们来回答观众的问题。水果饭前吃比较不容易高血糖吗？其实我的建议啊，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，最好不要吃水果。像我有一个病人啊，他每天都吃降血糖的药物，然后配合中药保养，血糖都很稳定。然后有一天呢，帮他抽血，他那个三酸甘油酯变成500多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说，最近是水果产季啊，我就很爱吃水果，所以我就每天吃。我就说，我现在开始那个药方我都不动，你这个月呢我不动，西医也不动，你就是不吃水果就好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结果下个月再抽血，哇，一个红字都没有，就只做了一个调整，就是不吃水果。我说，你其实可以吃，你平常切好水果，你吃个1口就好了，你有肠道就好啦，你不要这样水果产季就这样子放肆的大吃，那这样子真的会出状况哦。好，有些人问说，糖尿病治疗有没有黄金期啊？其实如果糖尿病啊发病才半年内，健康检查有红字，来找我们处理起来其实没什么压力，都蛮轻松的，甚至可以以后真的可以不用吃降血糖的药物，配合饮食啊，配合运动，加上中药给你一些保养的药物，都会维持得很好。可是你如果是已经糖尿病很久了，然后甚至有一些慢性的并发症了，我们治疗目标就是跟西医一起控制血糖，然后呢，不要让糖尿病的病程的曲线呢，就是一直往恶化的方向去走，让中药帮你维持器官的功能。我们今天节目介绍糖尿病啊，会有更多人可以知道说，中医原来可以预防，也可以治疗，也可以一起帮忙哦。那这样子可以避免后遗症的发生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大家选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